这个小伙你可真惹不起，因为别人浇地要钱，他浇地要命。先是精心画好图纸，然后在田地里灌满汽油，利用电烙棒小心制造出神秘引线，再极轻的力度将盖板盖上，拿出双管猎枪将枪管锯断，再拿出一把新的双管猎枪测试灵活度。八角钉龙被接二连三拖入地底，铁锤砸入木板，洋钉放置顶部，粗壮的子弹被一颗颗安放地下，尖头一字排开，全部朝上。寒光匕首打磨抛光至极限 ，M16 上膛，复合弓拉满，紧接着又将家里所有的马匹放走，随后将汽油灌满漏斗，高高挂起。他要干什么？几十年的越战老兵被一群没有见过真枪实弹的墨西哥黑帮欺凌成这样，他要复仇，他要为女儿报这最后一滴血。老头操起大刀砍向地道里的木桩，将它削尖后固定在洞顶之上，用硕大的钢筋勺开墙壁，这才是接下来最狠的操作。随后在洞内布满了 TNT 压缩炸药。他是拿这群黑帮当战场上的敌人了，但唯一不同的是，上战场杀敌是为了胜利，对付他们这群可恶的家伙，单纯是为了杀人。1件、2件、3件、4件，每件都代表着他对那群黑帮的痛恨。杀女之仇不共戴天。就这样，一群黑帮的坟墓就此打造完成。此人就是传说中的兰博本博，几十年的越战老兵生涯，精通海陆空全地形作战，是名副其实的卡拉咪终结者。虽然已经退役多年，但仍然每天煎熬着严重的战后后遗症，无法正常生活。一旦杀与被杀的情形浮现在脑海内，就必须钻进自家仿制的战场地道内，才得以缓解。而就这么一个狠的人物，居然突然收到消息自己的女儿失踪了，兰博慌得直接变了个人，一脚油门就窜了出去。因为那女儿是他养了20多年的养女，也是他唯一的亲人。来到市区后，兰博直接找到了之前与他合作过的贩卖情报的黑帮，打探询问，却发现黑帮黑姐手上戴的金镯子是女儿的。原来女儿前不久在黑姐这买过一份资料，买的是她亲生父母的地址。这么多年了，兰博的养女只想问清楚亲生父亲当年为什么这么狠心抛弃他，但没想到这父亲简直是个人渣，将他羞辱一番后拒之门外。但黑姐手上的金镯子可是兰博养女亲生母亲临死前留给他的，他不可能转手给第二个人。无奈之下，黑姐又给兰博说出了酒吧。兰博二话不说带着黑姐赶到了那里，然后拦截了一名混混，再次询问。对面一看兰博穿的就像个普通老头，于是对方是这么回答的。兰博又一刀捅入他大腿，他彻底怒了。刚才没捅他上半身，是利用刀柄将他的锁骨拍断了，因为这方便，他将混混的锁骨抠出来拽着玩，3个字，真狠。但兰博没想到的是，混混说的话是真的。那晚养女被亲生父亲羞辱后，伤心去了酒吧，一个陌生的小胡子很快就相中了他，还在他酒里放了乖乖水。由于是黑姐介绍过去的，人渣将养女的金镯证据作为答谢，而后养女像其他女孩一样被关进了小黑屋，逼着他们从事砸蛤蟆生意。弹指说话间，兰博就被一群混混围攻了。他们在兰博身上翻出了养女的照片，然后数把枪口指向他。抓走养女的就是这群人。40年越战退役老兵兰博站在他们面前，他们却毫不知情。明明是他们把兰博的女儿掳走了，还故意问兰博是女孩什么人。兰博没有回答，小胡子上去救，然后一群人将他按在地上致命殴打。兰博苦苦哀求他可以不计前嫌，但请求放过他的女儿。但歹徒中的长发男却说：“你是个什么东西，还不计前嫌？”并说出了让他致死的话语。 These girls mean nothing to me or my customers. My world, they're nothing. They're not people. They're just things. We would have just trained her, used her, and sold her. Now we're gonna make an example of her. 随后，小混混没有杀兰博，而是临走前在他脸上又划了一刀，形成了侮辱性的叉号图案。就这么说，有些人真的死定了。随后受伤的兰博被一位女记者救下，还帮他包扎了伤口。而另一头，小混混们还和没事的人一样，还把赶来的兰博看成了客人。小钉锤一下砸向混混头部，左右开弓，血浆蹦出去10米远。随后，兰博来到2楼，在一个布满红灯的房间里发现了女儿，可是一点不像混混说的那样，他脸上也刻上了和兰博一样的图案，而且胳膊上布满了毒品穿刺的针眼。女儿怕是不行了，他带着女儿一边往回赶，一边给女儿聊着天，还说那个镯子我给你拿回来了，你可千万别闭眼。说罢给女儿戴到了手上，但最后女儿还是中途咽了气。兰博看着女儿的尸体，不停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天亮以后，他将女儿埋在了住所的院子里，然后满脸愁容地盯着女儿的坟墓，最后将家里所有关于女儿的东西收拾干净，拉到了另一个地方。到了晚上，一名放哨的卡拉咪被一刀封喉，扑哧扑哧扑哧，不知道扑哧了多少个扑哧。第二个、第三个是兰博。他闯入了黑帮巢穴，但如此大的深仇大恨，却只杀了几个小喽啰。黑帮赶到现场后，被壮烈的场面震惊了。床上的同伴头颅被砍掉，摆着奇怪的造型，这可彻底激怒了黑帮，但同时也达到了兰博想要的场面。他拎着黑帮的头颅，在路上血淋淋的飞车，为的就是让他们找上门来。而很快，一群大奔驶向了兰博的庄园。兰博只是看看不说话。原来他是早就设下了机关。老兵兰博他又回来了，
一名歹徒刚打开屋门就被复合攻击穿，兰博则从地底钻出裤吃一枪，两名卡拉咪当场饮恨东北。如果不是多多相逼，他又怎愿意拿出当年战场上的残忍手段？一个字：解恨。紧接着，一群马仔又尝试前进，被提前准备好的漏斗油桶泼满全身，太惨了。随后，黑帮们跟着地洞钻进了蓝，爬进了地道，殊不知这是他们最错的选择。注意身后，裤吃一枪，爹娘白养。紧接着又来俩不怕死的，直接背后哐哐2枪。随后兰博丢掉枪，将钢筋插入事先打好的空洞中。还记得我说过这才是最狠的吗？同伴被吓得胡乱走火，兰博直接卧倒，拿起短刀直接将马蹄削掉。酷吃又一刀。随着地道内音乐响起，复仇才刚刚开始。第一招守株待兔，第二招飞刀卡裆，第三招评论区告诉我叫什么。紧接着拉响炸弹，小卡拉咪吓得直接掉入地洞，万钉穿刺而亡。只剩下这个长发男了，他到处打量，企图寻找兰博，但兰博没用他喊就主动出来了。兰博一步一步走向长发男，掏出钢刀匕首，带着丧女之痛，新仇旧恨就是这种感觉。一刀插入他的胸膛，用尽全力下滑。兰博要看看他的心到底有多黑。一切都结束了，女儿的仇报了。兰博在充满死亡的世界又活了下来，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兰博瘫坐在摇椅上，夕阳西下，回忆着自己的一生。女孩没有错，她只是不懂世道的险恶；兰博也没有错，他只是把自己的仇恨全部还给了恶人。